欢迎收听一道微光同志小说，作者书野，故事马上开始。白启远三个人吃完饭站起身，准备往外走。梁浩天抬眼时，恰好察觉到林辉正注视着自己，他并未回应那道目光，只是神色自若地跟在白启远与唐玉成身后。三人刚走出食堂，下了2级台阶。梁教授，请等一下。梁浩天脚步一顿，略显意外地回过头，只见林辉快步上前，嘴巴微喘，正看着他笑。你是在叫我？是的，就是你，梁教授。林辉点头。我有个不情之请，能不能跟您说几句话，占用您几分钟？浩天，你们聊，我跟玉成先回去了。梁浩天淡淡应了一声。白启远识趣地带着唐玉成先行离开。梁浩天的目光随即落在了面前的人身上，他神情中带着一丝不以为意。说吧。我想冒昧问一下，您是否愿意给我当一下模特？林辉开门见山。啊，我？梁浩天显然有些意外。我最近正在构思一幅新的作品，林辉解释道，其中有一个核心人物形象与您的气质和体态高度契合。梁浩天双臂抱胸，一脸的思考状。这件事不是那么着急，我可以先给您看看我的草图，并详细说明我的创作思路，之后您再做决定也不迟。梁浩天抬手托住下巴，语气带着几分玩味。这个人一定非要是我吗？林辉毫不犹豫地点头。坦白地说，这个角色我已经物色了很久，也接触过不少人选，但无论从气质还是整体感觉来看，始终没有谁能像您这样贴近我心中的这个人物设定。至于报酬，请您放心，您给我当模特当然不是免费的，一定会是一个让您满意的数字。我不缺钱。梁浩天语气不紧不慢。而且我的日程一向紧张，未必抽得出时间。当然，这个我完全理解。林辉当即从口袋里拿出钱包，打开，从里面抽出一张名片，递到了梁浩天面前。时间您来定，我这边会配合您的时间安排。梁浩天接过名片，低头看了一眼。这名片设计得很精巧，上面烫金的字体入木三分，整体布局考究，方寸之间尽显贵气。请您无论如何不要拒绝，要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还能找谁了。林辉耸了耸肩，表情相当无奈。我不能保证一定给你肯定的回答。梁浩天从容地收起名片，放进西服口袋。等我回去查看工作安排，考虑再给你答复。好的，非常感谢，那我就静候佳音了。那回见。回见。梁浩天潇洒转身离去，心里却暗自得意。果然，我这种刻在骨子里的魅力，怎么都低调不了一点。唐玉成从 A 大返回家中，前天订购的书桌和椅子已经送达。他取来抹布，一遍又一遍地擦拭着，动作细致而专注。他站在房间中央，看着这个属于自己的角落，第一次有了种踏实的感觉。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他似乎找到了一点家的感觉，即便这种归属感还只是极其微小的一点，但对他而言也是弥足珍贵。唐玉成打心底感激白启远，他的启远书。他给了我一个家，那我能给他什么呢？这个问题在他心中扎了根。他清楚自己目前能做的很有限，但是先做起来再说。先给家里来一次大扫除，不打扫不知道，屋里犄角旮旯都是灰。他用抹布慢慢地擦了起来。他依次打扫了客厅与厨房，又将阳台上晾干的衣物收起，折叠整齐，之后走进白启远的书房。书房里大面积的实木书架，房间正中是一张宽大的木书桌，桌上放着一台宽屏的显示器和一套金属质感的键盘。桌角的笔筒里竖着几支别致的钢笔，桌面一侧堆叠着几份文件，页边贴着红色的索引标签。打扫完书房，他推开了白启远的卧室。窗帘尚未拉开，室内有点暗。他走了过去，拉开了窗帘，阳光立刻透过玻璃倾泻进来，灰白的光线一点点填满了房间。他转头扫视室内，床上的毯子有些凌乱，皱成一团，旁边早上脱下来的衣服还没来得及收拾，能感觉到它的主人离开的匆忙。唐玉成吸了吸鼻子，鼻尖聚拢来更多白启远的味道。他审视的目光落在屋内的边边角角，似乎在寻找一种细枝末节，可以让他更了解他的一种线索。他走过去，坐在床边，把毯子和衣服都叠好，然后不自知地坐了很久，最后才缓缓起身继续清扫。期间偶尔来打搅他的就是芝麻酱。他走过来嗅了嗅唐玉成的脚，又走了几步，嗅了嗅他擦地的抹布和他拿着抹布的手。唐玉成蹲着，手来回擦着地，芝麻酱好奇的眼神就像粘在了抹布上一样跟随着，毛茸茸的脑袋左右来回摇晃。唐玉成看着他笑了笑，摸摸了他的小脑袋，
他这才注意到芝麻酱身上有一块浅浅的淡棕色的斑，颜色不深，面积也不是很大，所以并不是很显眼。去别处玩吧，别妨碍我干活。芝麻酱不满地低低叫了几声。正忙着，门铃声打破了宁静。唐玉成站起身，拿着抹布去开了门。门口站着一个年轻女人，她看起来25、26，一身剪裁利落的西装裙勾勒出曼妙身形，耳边那对不规则的几何耳环随着脚步微微晃动，脚下一双细带高跟鞋将她这个年龄的女性特有的那种介于青涩与成熟之间的风韵拿捏得恰到好处。您是？对方打量着她。你是谁？我是齐远书的亲戚。齐远书？亲戚？我终究还是对他一知半解。哎，算了。白齐远在吗？他不在。女人眼中闪过一丝疑惑，随即有些不耐地拨通了白齐远的电话。喂，白齐远，你在哪呢？上周不是说好今天我来你家拿护照的吗？对，我给忘了，不好意思，这2天事情有点多。你家里有个人说是你亲戚。许若宁一边说一边扫了唐玉成一眼，唐玉成明显感觉到他语气里的戒备。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瞬，很快传来白齐远的声音：要不然你把电话给我那个亲戚，我跟他说一声，让他进屋给你拿。好吧。哎，你接电话，白齐远找你。唐玉成接过手机。齐远书。玉成，你去我书房，在书房柜子左边第1个抽屉里。唐玉成拿着手机进了书房，很快找到了那本暗红色封皮的小册子。他回到门口，把手机和护照一并递给许若宁。拿到护照，许若宁道了声谢便匆匆离去。门关上之后，屋里重新安静下来。他是谁？难道是齐远书的对象？傍晚时分，白齐远回到家时，迎接他的是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他站在桌旁微微弯腰。嚯，这一桌子菜都是你做的，你还有这本事呢？以前在家的时候都是自己做饭的，这没什么。唐玉成把最后一道菜端上桌，说：“你尝尝，看合不合口味。”白齐远夹了一筷子，搁进嘴里，边咀嚼边点着头。好吃，真好吃。你这手艺都能开饭馆了。唐玉成笑了笑。你要是觉得好吃，就多吃点，以后我再给你做。好嘞，我可有口福了。之前跟许若宁在一起的时候，都没享受过这个待遇。原来工作1天，回到家吃上一口热乎饭，是这么的幸福。谢谢你了，玉成，让叔也体会到了家的温暖。白齐远这随便的一句话，让唐玉成心里莫名的难受。他自己又何曾体会过家的温暖？说，你放心，只要有我在，你回家都能吃上口热乎饭。白齐远拍了拍他的肩膀。你有心了，来，快坐，咱们一起吃。2个人坐在餐桌的2边，面对面吃着饭。唐玉成时不时抬眼看着白齐远，心里忖度着什么，犹豫半晌，终究还是没忍住。说，今天下午来的那个女的是谁啊？白齐远顿了顿，筷子刚夹起的肉掉回了盘子里。她是我前妻，不说她了，我跟她的事都已经是过去式了。白齐远低头扒了口饭。哦，那叔，如果找对象的话，你喜欢什么样的人？白齐远停下手中的筷子，抬头看着唐玉成。我不可能直接告诉她我不喜欢女人，喜欢男人吧？说了肯定会吓到她。我倒是没有什么特定的标准，就是看跟那个人在一起的感觉吧。唐玉成点了点头。吃过饭，白齐远回卧室换衣服，他这才察觉到屋里被收拾过。他换好家居服出来，走向正在厨房洗碗的唐玉成。你今天在家打扫卫生了？对，你不用干这些活的。白齐远语气有点着急。今天你有空，干了就干了，但是以后上学，你就得把全部精力用在学习上，明白吗，玉成？明白了，齐远叔。